美国科技企业集体怒喷了，这一次喷的是美国总统。1月13日，美国发布了最新的 AI 芯片出口禁令，明眼人都知道，这是为了打击中国 AI 产业呢。然而搞笑的一幕来了，咱们中国企业已经免疫了，压根儿没啥反应，而美国科技企业那边却集体炸了。英伟达、甲骨文等企业高管直接炮轰拜登总统，而且喷的词汇相当难听。我简单数了一下就有：极端监管过度、试图操纵市场、扼杀竞争、切断创新命脉、史无前例且误导性的条款等等。你听听，骂得多么高调，多么难听和正义凛然。不知道的人估计以为是美国被其他国家制裁了呢。要我说，咱们还是太文明了，必要的时候咱们还真就应该向美国企业学习喷人的技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美国明明制裁的是中国，为何美国企业要帮中国喷他们政府呢？我查了下资料，其实还是美国自己太作了，完全不管人家科技企业的死活。首先呢，时间和内容就很魔幻。这次的禁令是美国总统拜登下台前的前一周，然后是120天的意见期。按照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的说法，这120天是留给下一任政府听取美国专家、从业者的意见的。乍一听是不是还挺开明的？但是稍微了解美国政府的都知道，这是恶心下一届政府呢。要知道，美国总统都是4年1届，每届总统都有自己的规划，而且按照老美那边的传统，下一届政府直接推翻了上一届规划是常有的事儿。因此，上一任总统在任期快结束的时候，一般都很自觉，不会再做什么大动作，免得自己丢人。可是这次禁令呢，是发生在拜登下任的前一周，而且还设置了120天的意见期，也就是说，当意见期结束后，拜登早就没影了。因此，英伟达的高管就直接开喷，说拜登在任期的最后几天没有立法审查就发布这种禁令，完全是越权行为。说白了，拜登其实就是纯纯恶心懂王的。不过被恶心到的还有美国科技企业们。这次禁令其实很严格，范围很广，因为它设置了3个等级，中国和俄罗斯受到的限制最多，属于最高层级。但越是这样，美国科技企业越绝望，因为制裁压根不起作用，受伤的反而是自己。从2018年开始，美国先是对华为进行芯片制裁，然后一步步扩大制裁范围和力度，希望通过控制芯片锁死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。但是结果呢？中国低端芯片产量越来越高，华为手机等高端芯片也突围成功，相当于制裁了个寂寞。就连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都承认，美国制裁中国芯片已经失败，击败中国只能靠创新。很多美国科技巨头都被气笑了。以前美国芯片巨头们一直反对制裁，他们不听就是要头铁，现在被现实狠狠毒打后才知道疼。可惜他们只是知道疼，美国芯片企业就惨多了，不但失去了中国市场，少挣了很多钱，还间接给自己培养出了一个巨无霸对手。一旦中国实现芯片制造的突破，那么美国芯片将和汽车、盾构机等科技一样，被中国制造业优势直接冲垮了。因此，很多美国科技企业其实是不想打的。这次美国的禁令简直把他们惹毛了，尤其是英伟达和甲骨文，他们是搞 AI 芯片和数据库的。原本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他们应该挣得盆满钵满，结果就因为美国制裁，甲骨文丢失了在中国的市场，英伟达也被中国进行反垄断调查。如果按照美国政府这么制裁下去，不仅没办法遏制中国芯片，还将和波音一样彻底和中国市场拜拜了。因此，这次美国禁令出来后，他们就直接破口大骂了，只能说不作就不会死。接下来该轮到美国头疼了。